这位辕门弟子到我齐物楼来鬼鬼祟祟，不太体面吧？严大师，是我冒犯了。上面的窟窿是你捅的。我也只想保护自己的兄弟。实不相瞒，舍弟疏于管教，先前我忙于擒魔，顾不上他。但是现在，我想把他带回辕门修炼心性。年轻人，你不单纯。你那是糊涂，祖符的威力远不止如此。眼下七王殿虽然只剩陨灵，可是还需祖符才能将其彻底的清除。我也不管你们的事儿。其实，你带他去哪儿都行，不过在他走之前，要把吞噬祖符留下。严大师，以浮世绘现在的实力，恐怕无法独自与异魔抗衡。如果想与辕门携手，我愿意牵这个线，两派结盟。我知道，严大师想让林动加入浮世绘，无非是因为他手里有石符。我说的对吧？我还是希望我来照顾他。你无需取得我的同意。灵动是人，又不是物。那迷人的小眼睛刷刷刷他能看，长长的大长腿咔咔咔他能走。如果他不想留的话，我也留不住他。父母双亲赐他肉身，我引他前来，只不过想助他修成法身。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，还要看他心之所向，情归何处。老狐狸，青檀，幸亏你带黄毛鬼来救我们了。别跑了，没人追。挺能跑啊！那是，不看我是谁妹妹？哎，应龙霞呢？来，来，听我啊！哎，张嘴！坏了！应龙霞被那个纯武给吞了！什么虎？没事的，不用怕。真被他吞了？没事儿，真的没事的，你不用自责。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那你这么想，昨天夜里还是你救了我哥哥呢，对吧？那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杀了这蠢虎，以血炼药。你敢？让开！哎，不许动他！让开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许动他！让开！什么虎？快跑！还得跑。臭小子，本姑娘回来了。哎，臭小子，人呢？青檀妹妹，嘿，来啦！哟，都来了。老侄子，他们兄妹俩去哪儿了？他们昨天夜里去闯齐物楼了。什么？他们不等我回来就去闯齐物楼？啊，师妹，浮世绘素以机关之术闻名于世。这齐物楼外有强大的结界，而齐物楼内又有重重的机关。以灵动这刚入地元境的功力，如果硬闯，恐怕凶多吉少啊！他们的防备……那我得去找他。防备5块阳元石。
怎么样了？林动没事吧？林动倒是没事，他把我们齐物楼倒是捅了个大窟窿。这是他干的？有两下子啊！哇，那瓶好漂亮。我看道宗倒是挺想为林动出头的，要不然这损失由你们道宗来承担。赔就赔，齐物楼的损失，道宗全包了。好，应姑娘爽快，宣素佩服。我们现在来算算，一共有多少损失？你别着急嘛，跟我师兄算。武道，武道，师兄呢？还在后面。太慢了吧！你呢？跟他算，因为我得去把林动给找回来。你们齐物楼的东西这么贵，不能你说赔多少就是多少。再说了，哪些东西是林动给弄坏的，还得当面对质，不是？来，你跟他算吧。师姐，走了。算吧。小猛虎，出来！松开！你给我松开！小猛虎，四耗子，杀我兄弟！快出来！你疯了吧？还想救你妹妹吗？再不杀她取油就来不及了。你想干嘛？你就算把他杀了，取了灵药我也不会吃的。不让！黄毛虎，是你吗？别怕，是我。你是黄毛虎啊？主人，煮什么煮啊？煮个鬼呀！还蒸呢！我呀，是你大哥。西南，来，小猛虎，你看，你怎么变成人的模样啦？你看，你看。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他吃了救你妹的药。小猛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吃了一洞血，你喝我的血。我不喝，你不要命了？我的命是主人给的。哎，行了，先别撒狗血了。就算你把血放干了，也救不了他。为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青檀不会喝你的血的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你一纯虎，你整那么狗血干嘛呀？真没想到啊，这家伙化成人形还挺可爱的，就是你的脑子太轴了。丫头，你怎么找来的？以本姑娘的本事，感觉到妖兽化人的原力波动很难吗？
那以你的本事，在不伤红猛虎性命的情况下，能把它吞下去的灵药给取出来吗？这个嘛，以我的本事，当然不能了。一边去！哎，你刚才说他吞下去的，这什么灵药来的？阴龙涎，能治清痰的寒毒。阴龙涎，这就奇怪了。据我所知，这阴龙涎可没有化为人形的功效啊？那是什么？小猛虎吞下的是化形丹。怎么回事？好。欢欢，小猛虎，没事的啊。原料耗尽了。往哪儿跑？哎呀，你放屁，臭死我！哎，别，我也是自身难保。说实话，要不然，你知道一只耗子或者一只雕，没有尾巴，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我说，那要是化形丹，雕爷我在这石佛里困了上百年，一直想恢复人形，眼见着奇物楼里藏着，所以你就骗我。我要不使点招，你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去拿呀？那奇物楼里，到底有没有阴龙涎？也许，可能，大概，哎，尾巴给我留着，我都没看到，应该也就差不多没有吧。这小家伙坏心眼太多了，我把他的妖灵镇住，免得他出去骗人。不用，骗到小爷头上来了。小爷今天叫你吃苦头。雕爷，给你找个家，进去。来，手50阳元石。说好了。老板，这可是上好的貂毛啊，你真是赚大了。小本生意，享受吧你。走。你这小畜生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你啊，可别想逃，一会儿剥了你的皮。真的把他给卖了？那个聋子怎么可能困得住他？石符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，他会自己乖乖回来的。这么干合适吗？赚人家那么多阳元石，那人本来就是个奸商，你没看他是怎么对待那买来的兽物的，活该被他们欺负。嘿，哎，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贼坏的雕，真跟耗子似的。这耗子贼眉鼠眼，鬼鬼祟祟的，就该把他赶得远远的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他好歹也帮过我，再说，他本性不坏，为了生存所迫，才处处传来。胡扯，哪有什么本性不坏的无赖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我不就是吗？哟，你也知道你自己是个无赖啊？哎呦，不过再无赖，想想也挺不好意思的，去偷人家奇物楼的东西。还把人家的宝贝砸得稀巴烂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叫我师兄过去了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不够的，我再想办法还你。咱们就此别过。林动，你这是要赶我走啊？我是不会跟你回道宗的。我一穷二白，现在又得罪了齐物楼，前无去路后无退路啊！你干嘛总跟着我呀？我跟着你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只不过是你在这儿，我也凑巧在这儿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乐意呀。我不乐意。什么我？这样？你们是一伙的。你别误会，他没有恶意的。他没恶意，你看他嘴上的血了吗？兄弟，再说一遍。要人了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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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了！哎呀！哎，你就是灵动吧？你也不管管？不管什么？我管鸡还是管毛啊？哎，师兄，人家火芒虎化形成人之前是只妖兽，当然喜欢吃生肉了。你不看仔细点，他吃的是鸡，不是人。这是你师兄啊，难怪也疯疯癫癫的。山下来的野小子，说话这么没大没小。师兄，你回山上去吧，在这就会添乱。我回去你也得跟我回去。我偏不走，我偏不走。嚯，这吼声像是母老虎啊！你说谁是母老虎？母老虎。哎，有个蹊跷，我得问问。是母老虎。哎，母老虎。我跟你说啊，他是火芒虎的化身，而昨日夜里他能打破齐物楼的结界，修为至少在元丹境以上。但我刚跟他小试身手，发现他的真实境界不过是天元境而已。所以昨晚必定有人在帮他。你告诉我，昨晚有人跟你在一起吗？只有细微，闻到过。黄芒虎本是妖兽，嗅觉自然灵敏。你记得那个人的气味？好像在你家闻到过。是我。你走行不行？我请你走。路是天下人的，腿是我的，走不走由不得你。你能不能别总出现在我能看见你的地方，免得我又恼又气愤，又不知道该跟你吵架还是跟你打架。我来这边是有话跟你说。我没话跟你说。是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听。你要找的人，昨晚就在齐物楼。那个人，他故意纵你破坏齐物楼的宝物，好让你欠他一份人情。说什么鬼话？信不信由你。你仔细回想一下。所以是你把齐物楼打了个窟窿。你是在帮我，还是在害我？林动，你没离开过青阳镇，你不识人心，外面诸多险恶，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。打住！好话只说3遍。我就算赴死街头，也不会跟你回辕门去的。你就不为青檀想想吗？
你要替青檀想想啊！不识好人心。算了算了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啊！看什么？很丑吗？臭小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那老头是个骗子吧。黎良天也不是个好人，还是跟我回道宗吧。本姑娘罩着你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不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一个字儿。为什么？我想说什么呀？姑娘，来，人有人路，鬼有鬼途，吉凶只差多走一步。说什么呀？疯了吧？小猛虎，烫啊！用这个吃，这个。小猛虎，你现在已经是个人了，就要学着像人一样吃东西、睡觉、走路，还有做事情。哥哥现在已经够辛苦的了，我们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，知道吗？哥，我得跟你说一声，昨天夜里是我让狼哥哥去起雾楼帮你的，我错了。没啥错不错的，早晚有此一劫。琳琅天说的有道理，那老爷子必定是看中了我什么东西，给我下了个套。他给我下套，我解套便是。哥。滚！别怕，有我在，我帮你。不是说了别叫主人吗？叫我大哥吧。你说你都变成人了，也没个正经名字，不如叫你小妍吧。小妍？对啊，我喜欢看他发火的时候，鳞甲都炸开，里面全是火。所以啊，给他起小妍这个名字，火上加火，岂不是再合适不过了？这个名字起得好，哥，吃个热的。来，小妍。而做人好玩吧？挺好吃。既然我们有缘，从今往后，你就跟我们姓林吧。来，林岩，嘿，林动，林清潭。我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，这样才能有饼吃。吵死了！有什么好笑的？师妹，你别生气了，现在他们不需要你，不如早日跟我回道宗吧。你都吵死我了！曾许你全心全意，曾许你自然。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待在同一个屋檐下？天涯风雨温柔是满了记忆。我打！师姐，我已知道祖父事关重大，本想下山劝服林动，把他带回辕门。哦，那他怎么说的呀？他当下不肯听我的话，而且那严大师也在打他主意。
所以，我打算顺水推舟，帮他加入浮世会。或许可以借此机会，窥得浮世会的机密，再寻得其他祖父的线索。小天可真是思虑周全，不过好像也有几分私心哦。师姐放心，大局为重，我自有分寸。办法倒是不错，若是久未奏效，还需略施手段。要不要师姐帮帮你啊？不必了，我已有计划。对，那个灵动的妹妹，身怀异能，若善加利用，倒是对抗异魔的法宝。师姐都知道了。小天，任何事情你都是瞒不住师姐的。师姐，我会尽快拿到族符。不过，关于我的私事，请你不要过问。你在生气？魔皇殿下，我可能太低估人类了。是你的师弟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？我以为李朗天对灵动不会有什么私心，可没想到他竟然还护着灵动。你虽然化成了人，但你还不是人。我不明白。人是最善变的，最口是心非的。还请魔皇殿下指引。你要他们联盟，便给他们树个敌人；要他们翻脸，便给他们一些利益。人既复杂又愚蠢，但说到底，他们是我们的小羊群。哇，你都收拾一整天了，你也不嫌累，你就将就将就吧。是你该讲究讲究。这小子还挺能折腾的，你放心吧，这回我看他呀，是铁定不敢再回来了。这回你就放心吧，这小子肯定还会再回来。好啊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。女人呢，有时候比异魔和妖兽还让人琢磨不透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没安好心。我要是把这宝贝卖给你，你还不定能干出什么坏事来。我应该没有看错人。看够了没有？这哪看得够啊！起来！干嘛？你说干什么？不动啊，赶紧！躲它干什么？又透气又透光，我想挖这么大个窟窿得多费功夫啊！我的心只有这么大，只装得下自己的小家，装不下天下。我只想着能够给我爹买点上好的丹药，替他治好伤，让我的妹妹心檀过上好日子。佛祖仙师，学生愚钝，善领浮世会数十年，如今
见解力有不逮。当下大敌当前，选择那小子成为传人，确是兵行险招。但他心性纯净，是个可造之才。眼下看来也别无他法。愿佛祖保佑，能够令学生早日功成身退。沈清公主见字如晤，一魔重现人间，乱世将至。吾遍寻天下，终将祖符传人寻得，但此子历练尚浅，眼下时局仓促，需早日锤炼，使之成才，以应对一魔。还请九天太清宫尽早选出符使，下山助符师会一臂之力，考验此人。眼下时局仓促，需早日锤炼，使之成才，以应对一魔。还请九天太清宫尽早选出符使，下山助符师会一臂之力，考验此人。这么多年了，总是公事公办，一句多的问候都没有。师傅，可是符师会传信，符师会邀请九天太清宫派遣符使，他们找到传人了。自有九天太清宫以来，守护祖符传人乃我宫门人的职责所在。但此任的符使，乃宫内仅次于公主的尊位。符祖留下的本命灵符，是确认传人的关键所在。现藏于祭坛内的青莲之中，谁以最快的速度闯入祭坛的结界，摧开青莲，变为符使，即可下山。天元境以上方可参加，各自准备吧。选拔不日开始。是师傅。在我的考量之中，符使一职，非你莫属。不要有什么闪失。素柔自当尽力，不过符使选拔事关重大，青竹师妹的没必要告诉他。符使重在一个守字，他心中杂念太多，恐难当此人。我九天太清宫的宫规，区区一名杂役就能够左右，我太清宫威严何在？
后来发生的这些事儿，是不是都在他的图谋之中？就算天地变黑色，雨下遮住又如何？林师姐，你竟然凝丹生境了！勉强凝出一颗元丹，离元丹境圆满还差得远着呢。公主说你至少需小半年才能生境，这刚过1个月。哎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儿，只是急于修炼，那就好。有些疲劳罢了。苏柔师姐呢？出了什么事了？今日公主进行服饰选拔，师姐们都去了。服饰选拔？怎么没人告诉我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晨起开始的，现在应该已经快结束了吧？师姐。还没下山就受了伤，我看这服饰不争也罢。你到底是担心我的安危，还是怕我找到了真相？我先去参加选拔了。师姐，得罪了。林清主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元丹境，他竟然升到了元丹境，用这么短的时间凝丹生境，怎么可能？林清楚，你竟敢擅闯结界，扰乱服饰选拔！你忘了自己还在关禁闭吗？凡9天太清宫弟子，皆有资格参加服饰选拔。师傅，我没有违反宫训，真是枉费我一番苦心。师傅，守护祖服传人，舍命抗击异魔，弟子责无旁贷，还请师傅成全。苏柔，为这新任服使准备下山事宜。是，师傅。苏柔师姐太可惜了，服饰应该是她的。是啊，谁想到林清楚竟然功力大涨。
雷儿，你如此修炼，未免太过残忍了吧？爹，我们服氏一脉向来只修炼精神力，元力的发掘本就是偏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忽略了活人本身的元力。活人的元力和精神力完美的融合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爹，纵使一魔肆虐，我们怕他们什么？更何况，更不用受制服饰会了。您的心头病。雷儿，咱们要争的只是服尸正统，我怕你这样一发不可收拾。爹，您就不要再瞻前顾后了，行吗？相信我，相信你儿子。穆师姐那边传来消息，服饰会那严老头已经换来了9天太清宫的服饰，名义上是考验，实际上是保护什么祖父传人。爹啊，您再这么犹豫，一切都来不及了啊！您有您的吧，我去盐城走一趟，我要去会会这个祖父传人。师姐，你爹怎么说啊？我爹老了，性命免不了还是抱残守缺。可是我不这么认为。眼下这天下，师姐，输赢就在一个“狠”字。我就喜欢你这股狠劲儿。乱世才好呢，师姐，越乱我阴魁奏是不是越有胜出之机？有一件事，9天太清宫的服使林青竹，以你的功力，赢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你想想，现在正值危急关头，万一服侍和祖父传人两人联手了，我岂不是更没有机会了？眼光放长远一些，走在一起的未必会是同路人。师姐，我没明白你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师姐，
过来跟你说。师姐，哎，青竹，这国主赐赠的玉泥坊果然神奇。这才一会儿功夫，你看我的脸，是不是越发白嫩了？不知道会迷死多少男子。全天下的男子都会被你迷住的。对不起。哪儿又对不起了？我是小人之心了。刚才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了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啊？我啊，宁愿留在太清宫过我的逍遥日子。青竹啊，我知道这些年来，你一直不放过任何机会寻找你爹。他不配做我爹。青竹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服使的责任，我自己的事早晚会了结，不在这一时半刻。你刚刚才宁丹成功，下山后切勿冲动，凡事要小心。师姐，我还要求你件事。放心吧，你娘就是我娘，我会帮你好好照顾她的。来，好了。哥哥，我看拿多少阳元丹去七五楼也没有用。说的也是，他们有那么多宝贝，自然不在乎钱。哎，青檀，要不这样，你再装病，他堂堂浮世绘，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又装病，骗人！这哪是骗人了？你本来就有病，只是装着挑个时候发作而已。哎呀，干什么？你这蠢虎是妖冶我！都听，都什么听啊？是偷听！我说你话都不会说呀！化形丹吃在你肚子里，简直是浪费了你个蠢虎！他不是蠢虎，他是我兄弟。现在有了名字，叫小严。你以后对他客气点，不然下次卖你的时候，会记得提醒买主把笼子的缝都堵死。哎，别呀别呀，邀约我回来，还给你筹了点阳元丹呢。我怎么觉得你不对劲啊？嚯！我要是有私心啊，我把这些全吃了，还得多当一会儿人呢。狗嘴里，哎不对，耗子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谁信你？我拿我天妖雕祖宗18代的名义起誓，不够我吃一顿头。我发誓，我是真心想回来的，真的。编，接着编。哎呀，那笼子里有蛇，我怕蛇。你不是雕爷吗？雕爷怕蛇，雕怎么可能怕蛇呢？一会儿乖乖给我滚石府里去。你要是再敢捣乱，我就把你封在石府里一辈子。去。啊。
窟窿就不补了吗？看什么呀？能照见太阳，能透着风，不太作甚呢？还透风？这风够大了。怎么了？女娃娃来了。什么？晚辈九天太清宫林青竹，见过严大师。太清宫，这位是宣素师姐吧？我师父常有提起。沈公主提我？沈公主派一个美女娃娃前来做服侍，正合老头子的意思。哎，不说笑了，美女娃娃，你随我来，谈正事。你就打算一个人去闯齐武楼吗？师姐啊，怎么着？一个人闯齐武楼不行啊？还是也觉得我肯定打不过他们？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一队人先去了。我让你制的那2道符制出来了吗？没有。师姐，你交代我办的事儿，我怎么能不办呢？早都弄好了，而且我有一个新的计划。你还会用脑子想法子？我觉得师姐说的很对，在一起的人未必是同路人。我找人查过了，林青竹那个服使根本看不上林动那小杂碎。人看不看得上林动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计划是什么？计划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啊！他们有机会，我就有机会呀。你想想，凭我堂堂阴魁宗少宗主，哼，拿下一个林青竹，还不跟玩儿一样？林青竹能看上你？呸！想点有用的行吗？啊？什么才叫有用的呀？啊！辕门联手，阴魁宗杀进齐武楼，这才有用。躲躲闪闪，没有意思，不是吗？联手，要是浮世会和道宗联手，再加上9天太清宫，哎，你觉得哪边的胜算更大？师姐，是我想的不周全，我错了。有时候躲躲闪闪的，反而更有用。你只要按我的方法，把那2道符用好就行了。师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把齐武楼搅得天翻地覆，让你满意。姑娘，你小小年纪竟然赢出了元丹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严师过奖了。严师，青竹前阵子在青阳镇捉拿一魔气王殿，似乎看到过吞噬祖符，所以有些好奇，祖符传人到底是谁？待你对他完成考验，自会知晓。晚辈明白，不过这考验要如何进行，还需严师指点。哎呀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一旦本命灵符确认了祖符传人，那么接下来他要找到剩下的7枚祖符，此乃机缘，还需静候。那我明白了。姑娘，你这腰间的宝物从何而来呀？这是我娘传给我的。严师认得此物？你的母亲可是林素素？你认得我娘？
黑师，这些人不是来补窟窿的吧？倒像是来拆楼的。严师，他们的眼神都好奇怪。他们被人操控，不由自主。众弟子听令，打通来犯者心脉，让他们醒过来。是。小袁，你保护好青檀，我去看看。哎去，弩啊！小心点。仙女姐姐，他就是灵动。小子，他强引祖符！快来啊！放心，这点我熟。干什么？我来打，我来打，我来打，都该我来打。他到底要去哪儿啊？仙姐姐，怎么了？我中了符术，浑身无力，你先走吧。我帮你跑。来吧，放我下来！粉嫩嫩、香喷喷的脖子受了伤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呦，别闹了，那人都追灵动去了。不碍事儿。灵动那小子前几日在齐物楼晃过一圈，所有机关安导的全部都记下来了。这会儿正带着那人玩捉迷藏呢。在咱齐物楼里捉迷藏？啊！完了完了，我那还有一大屋子宝贝呢。那又算什么宝贝啊？灵动那小子才是个大宝贝。挺能睡啊！这么绕的路都能跟到这儿，跑啊！啊！一个符使，一个祖符传人，就是在这儿给你们一手都毁了。放我下来！哟，
服使受伤了，那还怎么保护这个祖父传人啊？啊！服使，快保护！我好怕，你千万别过来！仙女人怎么办啊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放我出去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小杂碎，你这是在玩火！哎！林动，小杂碎，放我出去！仙女姐姐的腰好细好软啊！松开！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仙女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放不开啊！老师，这怎么回事？本命灵符，臭小子，闭上眼睛，集中精神，管用吗？佛祖安排的，你照做便是。天脑者，一神之宗，百神之合，道合神玄，故曰泥丸。符使送符，本命灵符，化入泥丸宫。林动，你还我仙元古树！还我仙元古树！我说你呀，滕磊，你家可是有头有脸的大户，怎么就不懂得登门造访别人的时候要有起码的礼数？宣素师娘，不对，是宣素师姐，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师姐啊，我就是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符使，我就想来看看，啊，长长见识，谈不上什么造访不造访。哈哈哈，这咋了？真厉害！我爹跟严师好歹也是世交，你们就这么对我？师姐，放了我吧。我这次啊，真帮不了你，因为你得罪的不是严师，是符使。哎，师姐，宣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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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！丫头，方才那家伙是什么来头？大魁城阴魁宗老滕家的儿子。阴魁宗本来和我们浮世会同源，共修符术。祖符传人可是个香饽饽，他想让他儿子来当这个香饽饽，而我想让你来当这个香饽饽。哼，我又不想当这什么鬼香饽饽。饽饽香不香，得尝完以后才知道。谁尝啊？我自己尝啊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自然是这个露着香肩的美女娃娃来尝。严师，你也是主持浮世会的大人物，怎么能这般口无遮拦的？美女娃娃，浮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啊，精气凝神，别说话，好好疗伤。还有啊，祖父传人此等大事，您就算再轻率，也不至于找个混混来当。哎，
仙女姐姐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混混啊！你这么不待见我，为什么呀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记我仇是因为刚才我抱了你一下，不过你的腰确实很细很软嘛。你不只是个混混，简直破皮无赖！傻小子，美女娃娃是怪你看了她的香肩了。美女娃娃，没事儿，你要是觉得吃亏了，她那2条健硕的大腿在那杵着呢，看回来。也是啊。对对对，你要觉得吃亏，那你随便看啊。这祖父传人怎么能是这种破皮无赖呢？他轻浮是吧？我比他还轻浮，你看我轻浮的都快飞起来了。哈哈，就这么一个轻浮的老头，不一样行走江湖，挥手拔符吧。拔出来了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美女娃娃勿动，自己也看见了。本命灵符已经认主了，一切都是天意。啊！等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本命灵符啊？哎，不是。怎么了？杨老头，祖父传人是什么？符使又是什么？你们说的，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寻找祖符传人是辅佐大人留下来的遗愿，你跟吞噬祖符有缘，先前本命灵符又认了主，你灵动就是祖符传人。林青竹是符使，而我就是找到祖符传人的符师。祖符传人，符祖，祖符，符使，符师，哎，真乱，绕不清楚，差点把舌头给咬了。祖符传人，你呀，就记得你是祖符传人就行了。那仙女姐姐呢？方才不是说了吗？符使是干嘛的？符使是保护祖符传人的，跟在你身边护你周全，寸步不离。就是说，仙女姐姐专门保护我，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我。难怪杨老头，你说这祖符传人是个香饽饽，还真是个香饽饽。香吧？那行吧，这事我不干也不行了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德行。严大师非逼着我当这祖符传人，他说你是符使，我是你的香饽饽。那你什么时候来尝我这香饽饽呀？我先剁了你这个香饽饽！仙女，你干嘛？香饽饽等着你来尝呢！符使会欺人太甚，囚禁了磊儿，还要我去用阳元丹换人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唐宗主，要我看，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磊儿处处听你挑唆，才遭此劫难。我看你们辕门是没安好心。唐宗主，你这是要一味的向我撒气儿呢，还是该好好想想，怎么救你儿子？100万阳元丹，那是我阴亏宗半年的开销，简直就是趁火打劫。
我看不如和浮世绘撕破脸，我打上门去把灵儿救出来。唐宗主果然好胆色。那请便吧。没想到林林贵宗真送了100万洋元丹来。怎么样，袁老头？这些拿去补齐5楼的窟窿，绰绰有余吧？没事，还是把童磊放了吧。叶大师，我知道错了，哎，是我童磊不知天高地厚，冒犯了浮世绘，又得罪了浮世姐姐。浮世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们放我回家吧，啊，行吧？你伤了我仙女姐姐，得向她磕3个头才行。灵动，言儿有信。别啊，放人。谢谢仙女姐姐。放开我！仙女姐姐是你该叫的吗？啊！看来你还真是你爹的心肝宝贝呀！你爹还真是大方，还真拿100万洋元丹来换你。别动！且慢，我有话问他。你们阴魁宗派来攻打我们齐武楼的人，看上去都有点神志不清啊。怎么，阴魁宗不是向来只修魁术吗？什么时候开始领兵了？没有，燕神，那些真的是我们阴魁宗的普通弟子。是我自作聪明，我以为能掩人耳目，所以就没有富贵。回去给你爹带句话：塔斗固然重要，心术阵更为重要。是。然后一决高下没问题，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点都不好玩。对，听着，还想跟我抢香饽饽，好玩吗？不好玩。我先走了。呀，杨老头，不厉害吧？你小子，补完窟窿剩下的阳元丹，拿走吧。我要那么多阳元丹做什么？林动，别冲动。那我想一想，我好好想一想。行，好好想一想。嗯。你又想干嘛？有话快说，有气快放。哎，你小子发财了呀？我发财？我还发愁呢。这些阳元丹怎么办呀？我又不起楼又不支地，连窟窿都没得补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可千万别贪财。雕爷我活了900岁，我一眼就看出来。严老头，考验你呢。你太小看我了，整个阳元石矿都是我的，我还在乎这些？我教你个法子啊，你把那些阳元丹都散出去。散了？给浮世绘的人？对了，你不贪财，不代表别人不贪财。有句话听说过没？人心比金贵。来，我跟大伙说个事儿啊。此前我夜闯齐武楼，捅了个窟窿，哎呀，惊扰了诸位，心里真是过意不去。我知道诸位日常修行都需要阳元丹，所以啊，这阳元丹就当给大家赔个不是，又当是祖父传人与各位的见面礼，请大家笑纳。
小老儿拜见浮世会新任会长。拜见浮世会新任会长。我，会长。浮世会会长是天下所有浮世的引领之士。浮世会会长须以维护浮世会荣耀为首任。浮世会历来都是府祖担任会长，府祖缺席时由祖父传人担任，祖父传人空缺时，才由像我这样在浮世会有点资历的人代为担当。你持有吞噬祖符，又历经我齐物楼重重考验，符使也亲自将本命灵符化入你体内，成为浮世会新任会长，你责无旁贷。我有点晕，稍微晕一下就行了，会长。小老儿还有事向您禀报。林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浮世会今日有了新任会长，你猜是谁？不可能！等着，我命令你跟我回道宗。这种能量应该来自于传说中的黑暗之殿。黑暗之殿。